1884年的纽约是爱迪生的城市，街道上的弧光灯散发着白炽的光芒，每一盏都是爱迪生直流电帝国的宣誓。特斯拉带着巴奇勒那封只有一行字的推荐信走进了爱迪生的办公室。爱迪生看完信，抬起头打量了这个高挑、目光锐利的年轻人片刻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“好，你来上班吧。”就这样，两个将在历史上留名的天才，在同一个屋檐下开始了短暂的合作。特斯拉后来描述第一次见到爱迪生时的印象，说他是一个极具魅力、令人无法不喜欢的人。但他也很快发现，他们对电的理解根本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宇宙。爱迪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验主义者，他的名言是：“我从来不浪费时间去找一个问题有没有理论上的解答，我直接试1000次，然后找出哪一次有用。”特斯拉则恰恰相反，他在动手之前已经在脑海中把整个机器从头到尾运转过一遍，精确到每一个齿轮的转速。两众天才的碰撞就这样悄悄开始了。补充之时，特斯拉带着巴奇勒的推荐信走进爱迪生办公室，据传信上写着：“我认识两个伟大的人，一个是你，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。”爱迪生是彻底的实验主义者，信奉试1000次找出答案；特斯拉则是纯粹的理论派，能在脑中精确模拟整台机器的运转。两众截然不同的天才方法论，从第一天起就注定了碰撞。特斯拉在爱迪生公司工作的第1年，几乎是以超人的姿态存在的。他每天工作到深夜，甚至通宵达旦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扰公司已久的工程难题。他改良了爱迪生直流发电机的效率，让输出功率大幅提升。有一次，爱迪生对特斯拉说：“你如果能改良我的直流发电机，我给你5万美元。”在1885年，5万美元是一笔足以让人一辈子衣食无忧的财富，相当于今天超过150万美元。特斯拉二话不说，埋头苦干了数个月，真的做到了。然而，当特斯拉满怀期待地去找爱迪生兑现承诺时，爱迪生却笑着说：“特斯拉，你还不懂美国式的幽默。那5万美元从来就不存在。”这句话刺穿了特斯拉对爱迪生的所有敬意。他立刻递出辞呈，离开了那个让他流血流汗的地方。多年后，特斯拉回忆这段往事时说：“那一刻他真正明白了，在爱迪生的世界里，才能只是一种工具，而不是一种被尊重的东西。”补充之时，爱迪生承诺特斯拉5万美元改良直流发电机，特斯拉数月后完成任务，爱迪生却以“你还不懂美国式的幽默”打发。1885年的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超过150万美元。这次背叛成为特斯拉离开爱迪生公司的直接原因，也让他深刻认识到，在爱迪生的世界里，才能只是工具，不是被尊重的东西。离开爱迪生之后，特斯拉的人生跌入了最黑暗的谷底。他在纽约四处碰壁，试图找到投资人支持他的交流电研究，却一再失败。最终，他穷到连房租都交不起，不得不接受挖沟渠的体力活来维持生计。一个曾在欧洲最顶尖的工程学院以满分毕业的天才，此刻正在纽约的街道上挥舞着铁锹。有一次，一个工头得知特斯拉曾是工程师，好奇地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挖沟？”特斯拉平静地回答：“因为目前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。”这段时光，特斯拉后来形容是令我最感羞辱，却也最令我清醒的日子。
他在泥土里挥舞铁锹的每一下，都让他更确信交流电必须成功，不只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让世界不再依赖那个既昂贵又低效的直流电系统。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命运给了他第一线曙光，一个投资人找上门来，愿意资助他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——特斯拉电灯公司。只不过这条路的终点又是一次背叛。补充之时，特斯拉离开爱迪生后，穷困潦倒到在纽约街头挖沟渠为生。他后来形容这段时光是令我最感羞辱，却也最令我清醒的日子。即使在最低潮，他仍坚信交流电必须成功。后来成立了特斯拉电灯公司，却又遭遇第二次背叛。1888年，一个名字出现在特斯拉的生命中，彻底改变了一切。他叫乔治·威斯汀豪斯。威斯汀豪斯是一个和爱迪生截然不同的商人。他不仅是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更是一个真正懂得欣赏技术的人。当他第一次听到特斯拉在电气工程师学会的演讲，亲眼看见交流电的实验演示，他当场拍板：我要买下你的专利。他给了特斯拉20万美元买下交流电相关专利，外加每售出1匹马力就支付版税的协议。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投资。有趣的是，威斯汀豪斯后来坦诚，他当天做决定的速度快到连自己都吓到。他说：我只是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。有了威斯汀豪斯的资金与工厂，特斯拉终于能将脑中的交流电系统化为现实。他建立起完整的多项交流电系统，解决了长距离输电的核心难题，让电力不再局限于发电站周围几个街区，而是能够传送到几百公里外的城市和农村。这一切让爱迪生坐不住了。补充之时，1888年，威斯汀豪斯以20万美元买下特斯拉的交流电专利，并附加马力版税协议。威斯汀豪斯后来坦诚，决定速度快到连自己都吓到，只说：我知道这是对的。有了资金支持，特斯拉建立了完整的多项交流电系统，解决长距离输电难题，让电力能传送数百公里远。爱迪生的反击是电流大战中最黑暗也最令人不齿的一页。他雇佣了一批人，在公开场合电死流浪猫狗，用的是交流电，目的是让民众相信交流电危险而致命。他甚至公开发表文章，用威斯汀豪斯电这个词语来暗示死亡。1890年，纽约州引入电椅作为死刑执行方式，使用的正是交流电。爱迪生大力游说采用电椅，并公开建议用威斯汀豪斯话 Westinghouse 这个词来描述被电椅处死，企图让交流电等于死亡的印象深入人心。这个操弄舆论的手法放到今天依然令人叹为观止，只是叹的是其恶意。特斯拉的回应是沉默以及工作。他在公开演讲中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，让数10万伏特的高频交流电从他的身体通过，站在电弧之中面不改色，让围观的民众亲眼看见他毫发无伤地走下台。那一幕让所有爱迪生的恐吓宣传黯然失色。但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一份合约。1893年，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合约公开招标，威斯汀豪斯以远低于爱迪生报价的金额得标，原因只有一个：交流电更便宜，更有效率。那一刻，舆论的天秤开始悄悄倾斜。补充之时，电流大战期间，
爱迪生故人公开以交流电电死动物，游说引入电椅，甚至创造威斯汀豪斯话一词。特斯拉的反击是让数10万伏特交流电通过自己的身体，毫发无伤。最终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照明合约由威斯汀豪斯以交流电得标，决定了电流大战的胜负。1893年5月1日，芝加哥哥伦布纪念世界博览会开幕，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博览会之一，超过2700万人在6个月内涌入这座城市。展场的核心是一片被称为白色城市 White City 的建筑群，而这座城市需要光。当天晚上，格罗佛克利夫兰总统按下开关的那一刻，10万盏电灯同时亮起，整个展场如同白昼。现场有记者这样写道：站在那片光芒之中，我感觉自己看见了未来。那是交流电第一次以如此壮观的方式向整个世界宣示自己的存在。威斯汀豪斯的投资，特斯拉的发明，在这一夜得到了最完美的回报。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，在博览会现场，特斯拉还展示了另一项让观众目瞪口呆的技术——无线电力传输的初步实验。它让灯泡在没有任何电线连接的情况下发光。那些观众并不知道，他们看见的是100年后才会被广泛实现的技术雏形。芝加哥那一夜之后，电流大战的胜负已成定局，而特斯拉正站在他人生的顶峰，望向下一个更遥远的梦想。补充知识：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，10万盏交流电灯泡同时点亮，宣告交流电时代来临。特斯拉还在现场展示了无线电力传输的初步实验，让灯泡无限发光。那些观众不知道，他们看见的是100年后才广泛实现的技术。芝加哥那一夜正式宣告电流大战结束，交流电胜利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。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，我们期待下次见。